这台250单缸街车极速跑到了157，而 GPS 显示148。虽然这是顺风跑出来的，但是上150还是比较轻松的，而且它还是个街车，街车的风阻都要比仿赛的大了。上一期呢对它进行动力性能的分析，它相较于老款的无极250双2仿赛那台，动力呢要更加猛一点的。如果动力调猛了，油耗又很高，那么这样的车呢就没多大看点了。动力又好，油耗又低，这才是最难的，需要发动机的效率很高。那么这台是不是呢？这是测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所有的车测油耗都会测到这一项，已经形成一个标准了，而且是同一段路测，平均速度也相同，哪个车费油，哪个车省油，一目了然。仪表已经清零了，手机 APP 也开始计时，正式开始。这台车呢，表显速度58的时候，转速在4000转左右。对于250排量的时候也是合情合理。250踏板车呢还会更加高，116公里，平均速度是50.28。这里显示跑了114.7公里，表显油耗2.6。表显油耗2.6到底准不准呢？之前测无极250踏板的时候，它的表显油耗就不是很准，实际的要比表显的要低。最终116公里，总共消耗掉了2.59升的油。2.59除以1.16等于2.23升。以这个速度匀速巡航，2.23升的油耗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低的。车轻呢有一定的功劳，其次呢就是单缸机的结构，其实它还可以更加省油的。它的低转速调教的还是比较偏动力的。上一期呢测动力的时候就讲到了，如果把5000转以下的动力调得更加柔和一些，还能更加省油的。接下来说一下减震的调法。前减震呢预载比较软，压缩回弹呢比较适中。预载软呢主要表现在把车辆扶正，人再坐上去，减震快用到一半的行程了。所以过大的减速带还有大的坑的时候，减震呢很容易到底。然而呢整个车辆被弹起来，就形成一个假象，以为减震很硬。如果前面预载再加硬20%会好一些。后减震呢预载阻尼都比较偏软。从它这个减震的调教的方向可以看得出，工程师想要把这台车更多的往舒适方面去调，并没有过多的去追求运动性。这台车走的方向应该是轻巧、时尚、简约，还带点复古格调的风格。激烈驾驶呢可以，但是极限不是特别高。这台车呢也比较小，应该女孩子买的比较多，所以更加应该往舒适方面去调。做工呢是不属于同价位的合资车的。这套手把总成呢，在无极踏板250也出现过，包括仪表也是。零件的通用呢，或多或少能减少一些成本，但是最近仿赛都降价了，这款呢应该还有降价的空间。最后总结一下这台车的优缺点吧。震动呢稍微大了一点，动力性能和油耗呢都比较优秀。车辆的整体质感呢也在国产的第一阶梯。前面的减震预载比较软，仪表转速的延迟比较严重，高转速的时候外壳有点共振的声音。其他的呢都还算比较好。对于这台车质量好不好呢，我是没办法测的，只有上到亮度测试才知道。